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所著的《75岁后停止做这些事会变得更幸福》这本书。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，但你已经活到了75岁，难道这还不是一个足够幸运的人生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过得开心快乐，果断停止那些不该再做的事，追求充满活力的80岁、90岁，甚至100岁的人生。本书详细介绍了在75岁后，为了尽可能延缓衰老，应该停止的行为。书中探讨了为何有些人在75岁之后急速衰老，而有些人却能日渐年轻的原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被称为团块世代的1947年至1949年出生的人群，正逐渐迈入75岁这一关口。在75岁之前，抑郁症患者多于痴呆症患者，但一旦跨过75岁，痴呆症的发生率将超过抑郁症。因此，作者指出，75岁是意识到自己已进入老年阶段的重要时刻。为了帮助延缓衰老，书中详细说明了应该尽早停止的一些行为。只要我们能够停止那些不知不觉中加速衰老的习惯，衰老速度就能得到有效控制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还来得及，为了快速阻止衰老，立即停止的行为；第二，逐日年轻，75岁后停止这些行为会让您更幸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还来得及，为了快速阻止衰老，立即停止的行为开始解说。首先，让我总结一下，为了阻止衰老，应该立即停止的3件事：一、外表年轻，心态也会年轻，因此停止对美容的忽视；二、避免过于朴素的打扮，稍微打扮的年轻些才刚刚好，不要穿得太过沉闷；三、避免宅在家中，停止不出门的生活方式，外出可以防止意志的衰退。接下来我将具体分析每一个方面。首先是第一条，停止对美容的忽视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在乎什么美容呢？但作者提到，美容医学领域如今已经大大进步，比如消除法令纹和拉伸皱纹的技术相较于以前已经有了显著提升。在日本，使用染发剂遮盖白发或者涂抹除皱霜被认为是很正常的美容行为，但去美容皮肤科消除皱纹、去除斑点或佩戴假发改善脱发等，却仍让很多人感到抗拒。然而，作者认为，从延缓衰老和追求年轻的角度看，这些行为并没有本质区别。然而，公开承认自己依赖美容医疗的人依然是少数。虽然相比过去，现在在各种平台上公开表示接受了美容医疗的人有所增加，但总体来说，这类人仍然不多。对美容医疗存在抵触情绪的人也不少，但市面上流通的许多去皱霜等产品，其效果其实存疑。与其花钱购买这些产品，不如去美容皮肤科通过专业治疗来消除皱纹，更加安全且效果显著。作者也表示，如果让他选择，他会选择依靠美容医疗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即便外表稍微年轻一点，也没什么意义。但实际上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已经证明了外表年轻可以让心理也变得年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此外，外表和自我评价之间存在一定关联。拥有对自己外表的自信，能够提升自我评价和自尊心，这也有助于心理的年轻化。研究还表明，对自己外表感到满意的人，通常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，更容易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实际上，当您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焕然一新的容貌时，情绪肯定会提升，心情也会变好，您会更有动力去见人或者外出活动。而当您感受到自己外表的年轻化时，内心也会相信自己依然年轻，进而实际促进心理上的年轻化。此外，外表的年轻化往往带来更多的笑容和积极的情绪，这也有助于心态的年轻化。不仅如此，外表年轻化还可能改变他人对您的评价。毫无疑问，外表对第一印象有极大影响。
外表年轻的人通常给他人留下更好的印象，这有助于构建和维持人际关系。此外，年轻的外表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体现。健康的印象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，在人际交往和商业事务中也更具优势。保持年轻的外表还能帮助您保持对自己的激励，因为对外表感到满意会促使您继续关注美容和健康，从而更容易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由此可见，保持外表年轻能够带来诸多好处。无论您多大年纪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都是很重要的。比如通过注射玻尿酸或肉毒杆菌，可以精准改善您关注的皮肤皱纹或法令纹。当然，这些治疗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男性美容医疗中最常见的治疗项目之一，无疑是脱发治疗。这类治疗旨在解决许多男性面临的脱发和掉发问题。常见的方法包括使用生发剂或育发剂、头皮护理、激光治疗等。众所周知，头发对外表的影响极大。通过改善脱发问题，可能会提升他人对您的评价，促进人际关系的建立。此外，脱发改善后，您对自己外表的信心也会增强，从而提升自尊心。同时，脱发往往伴随着压力和焦虑，因此，当问题得到改善后，心理状态也有望变得更加稳定。除了脱发治疗，脱毛治疗也是男性美容医疗中的热门项目之一。脱毛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节省时间，例如通过脱毛可以摆脱每天剃须的麻烦。每天早上剃须确实浪费不少时间，脱毛后，生活将变得更加轻松。此外，脱毛后皮肤会变得光滑，毛孔也会变小，使得肌肤更加细腻，有助于改善肤质。除此之外，男性美容医疗还包括抗皱治疗、美肤治疗等，这些治疗项目近年来发展迅速。如果您对此感兴趣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二个与抗衰老相关的主题：要停止的行为，不要穿着过于朴素，保持适度的年轻化打扮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外表的改善可以让心态变得年轻，内心会感到愉悦。当心情愉悦时，荷尔蒙和前额叶皮层都会被激活。这种外表影响内心的理念已成为主流观点。举个例子，当飞行员穿上制服时，他会更有责任感去保障乘客的安全；当医生穿上白大褂时，他会更有使命感去挽救患者的生命。外表对心态的影响是显著的，因此提升外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当您穿的比平时更时尚时，内心会变得兴奋，结果就是荷尔蒙和前额叶的激活，让您在心理和身体上都变得更加年轻。因此，享受时尚是任何年龄段都值得鼓励的事情。如果因为年龄增长而总是穿着朴素，心态也会逐渐老化，甚至会导致皮肤松弛、驼背或走路沉重等现象。因此，我建议大家勇敢尝试更年轻的服装风格。作者认为，适度的年轻化打扮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例如选择红色、粉色、黄色或橙色等暖色调的服饰。这些颜色能让人心情变得愉快，甚至有助于刺激男性荷尔蒙的分泌。如果您偏爱深色系的衣服，无法接受太过鲜艳的颜色，可以通过领带、围巾或围脖等配饰加入一些亮色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能显著改善心情。时尚打扮不仅能让您对自己更有信心，还会提升情绪，带来积极的能量，促进大脑内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经递质的分泌。此外，时尚打扮对大脑的激活也很有帮助。当我们搭配衣服时，会思考什么样的服饰适合自己，这种思考过程会刺激大脑，从而有助于预防认知衰退。接下来是第三个停止衰老的建议：避免宅在家中、停止不出门的生活方式。不要过着不出门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加速衰老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做任何事、不使用头脑和身体的生活。如果我们不动脑、不动身体，自然就会逐渐衰退，前额叶得不到刺激，抑郁也会逐渐减退。而一旦抑郁减退，就会陷入进一步无法行动的恶性循环。因此，安排适度的外出计划
变得极为重要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有外出的计划，但目的地只是医院。然而，这种情况并不理想，所以请尽量安排一些去医院以外的外出计划。您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、参加讲座、参与社区活动，任何形式的外出都可以。如果一直待在家里，不仅会加速衰老，还会导致人际关系的匮乏，并引发运动不足。因此，不论如何，走出家门是非常必要的。作者建议定期外出吃午餐。当我们习惯在家生活时，往往不会为了吃午餐而特意出门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外出吃饭浪费钱，或者觉得必须把昨天的剩饭吃完，于是用冰箱里的东西凑合。然而，作者认为午餐是最适合外出就餐的时间，尤其是当您没有明确决定吃什么时，随意的在外面逛一逛，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餐厅，思考今天吃肉呢，还是久违的吃碗拉面。这种思考过程既有趣，又是非常好的运动。而且相比晚餐，午餐的价格通常也更加实惠，一顿饭通常在1000日元以内。考虑到延缓衰老的效果，这样的花费是值得的。即便是每周外出吃午餐1到2次，也能让您更注重自己的穿着和外表。如果您住在乡村，附近没有太多餐厅，也可以去购物中心。虽然很多人觉得美食广场通常很拥挤，但在平日可以选择较为空闲的时间段前往。而在午餐前后，您还可以享受购物的乐趣，在购物中心走走看看，也是很好的运动。如果购物中心还有电影院，顺便看场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此外，外出还能让您充分沐浴阳光，这也是一大优势。相信大家都有过在晴空万里的日子外出时，心情莫名快乐的经历吧？其实这是有医学依据的。沐浴阳光可以促进与情绪稳定和抑郁相关的血清素分泌。相反，在冬季，由于日照时间缩短，有些人会出现季节性抑郁症，情绪低落，缺乏动力。这主要是因为阳光不足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所致。也就是说，有意识的多晒太阳，可以提升我们的抑郁，保持心理健康。因此，每天至少出门1次，沐浴阳光是非常重要的。理想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散步或购物的方式，一边走路一边晒太阳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不要一次性囤积太多物品，定期出门购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不仅增加了外出的频率，还能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步行时间。对于那些觉得难以坚持进行散步的人，可以尝试在购物时顺便走一走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逐日年轻。75岁后停止这些行为会让您更幸福。我将讲解本书中的2点建议。首先，我想介绍第1点，放弃对睡眠时间的执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们普遍会面临一些睡眠问题，比如睡眠质量变差、浅眠、入睡困难、夜间易醒等。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多种原因，比如褪黑素的减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体内的褪黑素分泌量会减少，从而导致入睡困难或睡眠质量下降。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，无法避免。此外，老年人的生物钟也会发生变化，早醒或夜间易醒的情况也会增加。再者，老年人对疼痛、不适感、温度调节问题、过多的噪音或光亮等睡眠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，这些因素也会降低睡眠质量。综上所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睡眠变得困难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强调睡眠的重要性。缺乏睡眠或睡眠质量差会降低免疫力，增加患病的风险。通常建议每天睡7小时左右。当然，这些说法并没有错，但作者指出，如果我们过于执着于为了健康必须保证充足睡眠，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焦虑于必须入睡会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，而且越是想着我要睡觉，反而可能越睡不着。因此，作者建议我们放轻松一点，停止对睡眠时间的执着。其实不必非要早睡早起，即使有时候睡不好，
也未必会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如果您还在工作，那么睡眠不足可能会大大降低您的工作表现。但如果你已经退休，就没有必要非得早起了，也不需要时刻保持100%的状态。而且，即使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打个盹就可以补充睡眠，没有必要被早睡早起的观念束缚。保持自由、无压力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顺便一提，作者每天有30分钟到1小时的午睡习惯。很多人可能对必须睡好觉有恐惧感，但希望大家能放松心态，轻松面对。接下来，我将讲解第2个建议：停止对老害的恐惧。近年来，老害这个词虽然不是什么好词，但我们却常常听到。一般来说，老害指的是高龄者引发的社会问题，或者老年人的价值观和习惯对年轻一代产生负面影响。媒体也有打压老年人的倾向，无论是老年人引发交通事故，还是某些失控老人对店员发火，都会被报道为今天又有某位老年人行为恶劣。这种报道逐渐让人们形成了老年人是麻烦存在的印象。老害一词就是这种氛围的象征。由于害怕被称为老害，许多老年人越来越在意不去给别人添麻烦。然而，作者认为，老年人试图不麻烦别人反而是非常不适当的生活方式。比如疫情期间外出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行为，老年人开始自我隔离不出门，导致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下降，增加了需要护理和患上痴呆症的风险。最终，医疗和护理费用大幅增加，这可能才是更大的麻烦。此外，老年人极力避免消费行为，可能会拖累经济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。作者还指出，老年人为了不被视作老害而忍耐、压抑自己的情感和需求，这对健康非常不利。长期忍耐会积累压力，增加患上各种疾病的风险，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疾病。因此，作者主张，老年人越是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，不必过于在意世俗的眼光或因为年龄而妥协。如果不断忍耐，老化的速度只会加快。相反，那些无拘无束、活得自由自在的老年人，更有可能健康长寿。此外，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停止在人际关系上的忍耐。如果勉强与不喜欢的人交往，会产生巨大的压力，而这种压力可能会引发抑郁症等各种疾病。因此，到了老年，就不要再在人际关系上忍耐了。确实，年轻时，职场或客户中可能会有您不喜欢的人，但因为工作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。也许在商业世界中，忍耐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必须适应。但是当您75岁了，已经不再工作，就完全没有必要在人际关系上忍气吞声了。不与讨厌的人交往，生活照样可以过得很好。此外，和不喜欢的人交往，甚至可能影响到你与其他人的关系。比如，勉强与不喜欢的人交往，可能会让您觉得人际交往很麻烦，甚至开始厌恶社交，进而减少与他人交往的机会，甚至可能把自己困在家里。这样，您可能会错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识的机会。虽然人际关系确实有时令人烦恼，但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，无法完全脱离人际关系而生存。快乐、幸福、满足感都源自人际交往。因此，为了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绝不要与让您讨厌的人交往，只和喜欢的人交往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喜欢的人身上了，把这些宝贵的资源用在你喜欢的人身上，才是明智之举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